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肖战杨紫恋爱，小 S 老公私生子，弟弟南星是个花心海王，他们全家都这两天事情多，今天早上10点才睡，困死我了。用四川话来说就是人都是木的。年纪大了，熬一宿居然要缓一天哎，我缓缓，明天开始准时更新。01，前天就有这个瓜了，不过那两天不太允许有过多讨论，外加至今大家也不知道是狗子是在何年何月拍到的视频，所以这个瓜我也就一直没讲。趁这个瓜还有人在聊，我就先讲了吧。有狗子爆出了一段视频，说是在和睦家医院拍的，但狗子也说了，因为摄影机当时出了点问题，显示的时间并不是具体拍摄的时间，所以他们也不知道拍到的是谁，有可能是明星，也有可能是素人。但狗子通常不会对着素人拍，这个和睦家最出名的又是月子和妇产科，因此虽然视频压根没有拍到正脸，但吃瓜的人还是挺多的。我也没认出来是谁，而且我觉得这个狗子挺糊弄人的，放一段不知时间人物的视频，让网友自己脑补瓜，这业务能力，啧啧。不过因为猜测的人很多，我还是挨个确认了一下。首先可以排除吴磊，有人说是吴磊和向涵之，但视频里那个男生的脸偏肉，而吴磊一直都比较瘦，并且鼻子也完全不一样，吴磊一直都不是大肉鼻。其次，吴磊和向涵之那部剧是两人是真不认识，不可能是他，更不可能是他和向涵之。还有人猜是胡先煦，脸肉这个点确实和胡先煦很相似，但嘴巴这块又和胡先煦不太一样。其次，胡先煦虽然整个人都比较肉，但他19年那会是属于虚胖的那种体质，只有胖没有壮，脸上还有很多婴儿肥。但视频里那个人正脸看着又不是很肉，身上虽然只穿了一件短袖，但看着还瘦，要比穿着外套的胡先煦壮实很多的。还有提龚俊的，照片里的人穿的是短袖，也就是说肯定不是2月份拍到的，更像是6至8月之间。说句不好听的话，龚俊是《山河令》大火以后才被人注意到的，2019年他就是一个小糊咖，没有狗子会蹲他的。我把我知道的和女朋友去过那些医院的艺人想了一圈，也没想起来谁的夏天带女朋友去过和睦家。要么这人的时候压根没有存在感，要么视频不是拍的，还有一种可能是视频里的两个人都是素人。我不知道是哪种可能啊，反正这狗子是挺不负责任的，等于现在狗子都不用拍实锤了呗，随便扔一段视频出来让网友脑补，自己美美在家等着正主上门交钱。02，炮火终于轰击到小 S 夫妇身上了。那个和向佐还有黄晓明都有点瓜葛的小胡静率先搞事，发了一段徐亚军在夜店的视频。虽然视频只有几秒，但可以清晰地看见徐亚军的脸，也能看清她被一堆辣妹环绕在中间。徐亚军不是第一次被爆出夜店约辣妹了，但像这种这么清晰的视频，好像还是第一次爆出。没多久又有人爆料称，徐亚军在上海不仅有房，还有一个19年出生在洛杉矶的私生子。据说徐亚军是知道这件事的，是他让女方在洛杉矶生下了儿子，又把人安排在上海定居，钱更是随便花。小 S 也知情，但小 S 因为生的都是女儿，所以没有资格蹦跶，只能放任不管。这个爆料妙就妙在，一开始大家都以为只是路边的小野瓜没太放在心上，可没想到越扒越有料。因为神通广大的内地网友，光是靠着爆料人给出来的这些信息，就愣是扒到了疑似当事女方的小红书和微博。
通过女方微博信息可以得知，女方的儿子那就是出生的，和爆料人说的时间对上了。在上海养了好几个女的，地点又和汪小菲说的对上了。当然也有可能是爆料人在看了这些东西以后才编了这么一个爆料，但关键在于，如果那个疑似女方微博的账号只是素人分享生活的话，为什么会不给小孩的脸打码，只给爆小孩的人打码呢？如果只是一个素人的话，为什么会不敢露脸呢？唯一的解释就是，这个抱孩子的女人是一个露脸就会被人认出来的人。本来吃瓜群众还没有完全相信这个瓜，没想到热度上来后，女方居然清空了小红书和微博的全部内容。众所周知，一旦有人开始清空内容，那大概率就说明没有占任何人的意思。但好像当初汪小菲说出来的那些爽言爽语，一个一个的都逐渐开始得到证实了。想起了网友的一个神评，徐家这3个女婿，打人的有恃无恐，打碟的一毛不拔，打款的任人宰割。03不知道是谁发出了肖战和杨紫在星光大赏后台的视频。视频中，两人坐在一起闲聊，时而耳语，时而笑，时而贴到一起说悄悄话。朋友之间谈天说地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但偏偏两人在说笑的过程中，肖战还给杨紫来了个摸头杀。这动作不能说是恋爱实锤，但确实是有点亲密了，超过了普通朋友的范畴。毕竟摸头杀这个东西，更多的还是出现在情侣身上，或者长辈晚辈之间。像这种异性朋友，尤其是男女明星之间，做出这种举动，就实在是有一些亲密了。尤其是他俩的 CP 粉一直觉得这是真情侣。前阵子肖战参加活动时穿的这套紫色西装，也被 CP 粉看作是肖战对杨紫的表白，因为全场只有他一个人穿这种紫色。活动结束后，肖战发的那条微博也被 CP 粉看作是对杨紫的表白，因为他的眼镜反光上出现过紫色。而他一个重庆人，吃火锅居然吃的是番茄锅加红锅。不是有句话吗？说吃鸳鸯锅是川渝人对你最大的包容。恰好杨紫最喜欢吃的也是番茄锅，她还代言过某品牌的番茄鸡蛋面。几个巧合放一块儿，CP 粉就认定了这是肖战在暗戳戳的给杨紫表白。表白还真不至于，据我所知，肖战和杨紫真的就是朋友关系，多一点暧昧都没有的那种。但也正因为两人只是朋友，摸头杀的举动就显得有点越矩了。这些年因为异性之间没有边界感，不少明星都被骂过。说句不好听的，杨紫前几个月才因为吃刘学义的蛋糕被骂过。如果吃同一个蛋糕是没有边界感的表现的话，那摸头杀也同样没有边界感。我是觉得边界感这个东西虽然因人而异，但带入到自己如果会不舒服的话，那就是越界的表现。就像你的男女朋友对被别人摸头杀，你心里不高兴的话，那这就算越界。至于粉丝提到的澄清，无非就是说有人恶意剪辑，切掉了在场的其他人员。怎么说呢？切掉其他人员的画面是真，两人没有谈恋爱也是真，但说是恶意剪辑，其实也站不住脚。毕竟手和头都是他们的，总不能摸头杀是有心人剪出来的吧？总之，两人确确实实只是朋友，但摸头杀这个行为过于亲密，粉丝和网友接受不了也是正常的。唯一的解决办法，只有自己谨言慎行。04虽然不清楚视频里出现的人是谁，不过也想起了一个小生的瓜，他是出了名的花心，还没成年的时候就很花心了，女朋友几个月就会换一个。不过好像没听说过他带女孩去医院这种事。他虽然花心，但对自己的保护还是做得很好的，无论是安全措施，还是后期的封口、分手费这些，反正是个海王。不过估计也没人会锤他，
毕竟他找的女朋友都是学生，要脸面的，不像那些网红为了钱啥也不管。何况钱都到手了，又何必给自己增添烦恼？05，那张照片里出现的女人不是男孩的生母，而是男孩的奶奶。这么说吧，他们全家都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，包括男方的老婆。女方前些年情绪频繁崩溃，就和这事有关。那几年她压力特别大，一直在想办法生儿子，但奈何就是生不出来。男方那边也懒得等，就在外面找别人生了。现在知道为什么女方一边说两人恩爱，一边又说没有 X 生活了吧？因为现在根本不需要他了。06，不过这个男方真的不是什么好东西就是了，他就是个不入流的掮客，干什么都赔钱的那种。他是这两家人里最有分量的人，但也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能力，而是因为他有一个很厉害的妈妈。这几个女婿全都是靠妈妈混的货色。